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人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叶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预备陈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年金改革风云再起吗？那对于蓝白阵营来讲的话，会不会在12月要通过把年金改革当时已经改革完的，要做某种程度的改变，停止某一些呢？好，那这在整个立法院来讲的话，已经是大家所关注瞩目的一个焦点。未来在国内政坛又会怎么样？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包括大家在讲在礼拜二的时候，媒体所有的爆料，那所有的爆料里头，对他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这中间的关联性到底又是什么？当然，一开始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恭喜老爷贺喜夫人，那朱恩解禁看起来是确定了 ，OK？ 那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分2阶段，明天是可以开始运输，到礼拜5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开始包括屠宰啦或各方面，所以在礼拜5就可以开始正式解封。好，但是有一句话就是朱恩解封日，政治对干时，是不是真的就要开始呢？因为所有的政治责任，好，刑事责任现在检方在侦办，行政责任那包括大家在看市府或中央要看的所有相关的人等，会不会有任何行政上面一些疏失要办？但是政治上的责任，那就要交给全民大家来公平。好，那政治责任上，包括在今天可以看到中央在整个应变所里面，卢秀燕市长和农业部的次长2个人互赠礼品，那表示亲临的这一块。但是对民党秘书长来讲的话，那徐国勇就直接开骂了。那讲到朱恩，他给了一个0分，为什么呢？来，先让你看一下这一段。中安兵中心决定，从明天11月6号中午12点，我们先解禁活猪的运输。在11月7号的凌晨开始，我要特别感谢中央，尤其杜次长以及相关的同仁这段时间跟我们并肩作战，指导我们我也回赠了我们台中市的名产甜点名产这个柠檬饼柠檬饼零我们就是希望早日清零解封。我要讲朱恩的问题，卢秀燕，还我猪好不好？你把我的猪还给我好不好？卢秀燕。把我们的猪还给我，把猪还给我！你说了多少次的谎话？当一个市长，当一个行政人员，可以讲谎话吗？还欺骗全国民众吗？所以卢秀燕，你是不合格，你连59分都没有。你这次在处理非洲猪瘟，我不客气的讲，0分，真的是0分。来，仁俊。是，那背景今天已经看得到，那确定已经解封了嘛？OK， 从明天跟后天分2个阶段。但我在很早以前我就讲，当解封的那一天，大概就是大家所有该检讨的，所有都可以浮上台面，也没什么好大家在遮遮掩掩，就这样。但直接讲到0分，会不会大家太直接对干了？我觉得今天在民生议题上2个新闻第一个就是这个1万块普发今天开始呢，按照身份证的尾数开始分开的登记01，然后01，然后23、45，然后10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不设限了，大家都可以再登记但第2个好消息，我觉得就是因为今天下午已经确定了我们本来是到6号的部分要进行猪肉的禁运跟所谓的禁宰令呢，到明天中午如果没有意外，希望不要有那基本上这个禁令就解除了。所以市场上合理上面来讲，要能够买到温体猪肉，应该是在7号左右市场上应该就可以贩售所以我觉得这也符合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说，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小吃店家会用到猪肉的部分，大概都在7号左右压这个时间点，希望能够恢复正常营运，因为确实受到民生影响很大。那当然，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啦说因为这整个的非洲猪瘟，那中央跟地方，其实老实讲，到后来我看整个记者会还蛮和谐的啦，甚至这个昨天吧就有记者还特别去问到说，有媒体报道说中央跟地方是不是在这个整个的防疫过程当中大家互有隔阂还是怎么样？那我看到这个杜文珍因为他是指挥官嘛
跟这个台中市的副市长郑肇兴哦，基本上都有讲，就是说哦，大家都通力合作。当然，今天站在C位的就是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这几天一直也被质疑说，你为什么这个都是由郑肇兴哦去参加这个记者会啊？卢秀燕就直播哦，还说把炸弹给拆了哦。但因为徐国勇本身他讲的这个话，他现在的职务的角色，他其实是民进党的秘书长嘛，哦。那对于这件事情，他讲的其实算重，为什么？他说你不要讲什么59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及格叫60分嘛，他直接讲0分。我认为这件事情也包含到在这一段时间哦，到底这个猪瘟引爆出来之后，中央该负的责任多，还是地方该负的责任多？其实有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看到很多它变成政治上的议题啊。讲白一点，就是边境跟厨余这两个之间，大家在这边互相在那边较劲啦。我们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啊，因为佩君坐在原之这个位置嘛啊，这个大家有看到那个片段一直被大家剪出来啊，因为这个一直在强调说啊，那个如果边境没有破口啊，那如果边境没有破口，真不真主的这件事有这么重要吗？啊，这一句话，老实讲，就算不是为了猪瘟。还是应该要蒸煮，不是只为了要防猪瘟嘛？这个蒸煮，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猪也是个动物啊，特别是它要吃的啊，以后我们也会吃到它。那给它一个 OK 的食物，我觉得这个跟猪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但回来看哦，其实即使到今天为止，大家认为说好，为什么可以讲明天中午应该可以解禁？因为今天去针对这一个无期的暗场的部分，说。呈现的叫做阴性的，可是我也必须讲哦，对很多人来讲，呈现阴性的这个意义，它代表的是在这个猪场里面没有找到阳性的反应，但不代表国内对于这整件事情是可以放轻松的。对于台中来讲，他当然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什么当时抓这个所谓的先5天再10天？因为如果现在大家都对这个非洲猪瘟都有一个最初步的一个概念嘛，就是他如果今天染到之后有一个15天的潜伏期，所以我如果这15天之内没有新增其他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点的是没有往外扩散，但是就回到了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曾经讲说，这整件事情要赏罚分明啊，对于辛苦的公务人员该给予奖励。我曾经批评过，我说在那个当下讲那句话，我认为对社会观感其实不好。辛苦当然有，可是你如果对照从10月10号一直到10月22号，特别是10月22号，台中市政府的官员出来开的记者会，这里面包含几个大家最质疑的是，你的那个环保局还信誓旦旦的讲说，3年来你们去这个暗场里面稽查了20几次。我如果没记错，数字好像是24吧。然后还讲说呢，按照相关法没有任何开罚的记录，他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是他不会上传。所以呢，你们想出了一个方式，叫做不断的去撸他，每天撸3不50撸，每个月去给他撸，哈，你得意洋洋。最后检警进入调查之后，发现到他的蒸煮设备早就坏掉了，而且呢，他也没有温控的设备，他就只有一个大灶，然后在那边修。我也非常好奇。那请问你这20几次去讲说查没有任何违法，没有任何开罚，你怎么查出来的？我就问嘛，请问卢市长，这一个你们的局长讲出这种奇奇怪怪的话，最后被老农说啊没有，我连到了拜祭啊，我老婆这个设备，那请问做这个言发这个言的局处首长，他应该要被究责，还是应该要被奖励？包含到现在，到今天为止，我真的想问问大家，请问。你不要再说几头猪了。你怎么知道？你不要再说几头猪了。主持人是不是担心大家答不出来？我知道你对，我知道大家答不出来，因为或是答出不同的数字，好不好？是吧？已经事发到现在几天了，就这个数字还是一样，没有人搞懂嘛。更不要讲我刚刚讲那个荒谬的是，他得意洋洋说，你看我们每天去撸他啊，一个月去撸他一次，他还说我们几月几号不断的去撸他。最后对你撸成功了，撸到什么？撸到这个老农说啊，拍谁啦啊，我就是拿旧的照片上传上去，不是？你如果撸到正确的数字也就算了，那拿一个假的，主持人一天到晚叫我上传我的照片，结果我上传了这个将军的啊，主持人说尊贵，你有上传的话啊，不，那这个是不是荒谬嘛？
所以我就讲说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边境当然应该要处理，可是它延伸出来有非常多的问题，包含到好，你要边境要变严，那一天大家在这边辩论的非常激烈嘛，那你要变严，增加时间，增加经费，增加这种困难度，请问多少人你愿意接受跟买单？再回来的是，台中不是只有无稽的这个养猪场，现在大家会比较更想知道的是。你们现在大家都清楚，就其实台中市政府对无稽的养猪场这个，就是所有的掌握度就是几乎等于0啦。你光看真主的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他完全没有掌握嘛。也不要提说那个神奇的那个养猪的那个记录簿哦，就这么奇怪，9月份会刚好不见，就9月份会刚好不见，所以搞到人家才去查瓦斯，而且我所谓的人家叫做中央，还不是地方主动查。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大家来讲，好吧，我们好不容易。期待7号的时候市场可以买到猪肉，但问题是国内对于养猪场的这些养殖的环境，特别是台中市政府，你辖下里面几个这个养猪场，你们真的有了解了真正的状况吗？还是有多少的其实是会比照这个你们口中讲的那个又不懂网络，但是他其实一直在传照片，只是都传旧的。还是你们这个讲的就是说，这个老农对于他10几头猪也会记错啊？到底要怎么这个猪怎么弄，他都会搞不清楚。如果其他的养猪场还有这些类似的问题，那请问你如何告诉大家讲说，我们未来所有的管理都是正常的？如果其他的养猪场还有这些类似的问题，那请问？你如何告诉大家讲说，我们未来所有的管理都是正常的？不是只有台中市政府有这样，其他的县市有养猪大户的这些，有养猪小户的这些，又如何告诉大家讲说，我们能够把，你知道这个最大的差别是，如果接下来3个月内，我们没有再发现任何这个所谓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申请要把我们从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变成叫做非疫区，那代表什么？我们不是明天开始就开心了，我们最少还要再撑3个月的这个时间。那我就问嘛，台中市政府有没有把握能够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告诉大家讲说，我们对于现在辖内的这个所谓的养猪场，我们已经做好了全盘的管理跟掌握呢？当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直接讲出0分的时候，因为是民进党秘书长，所以这一定是政治上的问题。他就不会是我们刚刚讲，包括刑事责任、检方在查、行政责任各自。我相信，到最后要公布说，包括台中市府会不会有相关的局处首长要不要走人这些，这是行政上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政治上的氛围，来，吴峥讲到0分，讲到还我猪来，讲到说好，当然也有人会问说，明天、后天，当大家后天可以买到猪肉的时候，前面这些中间发生过的一些都过去了吗？就算了吗？当然没有过去啊，所以其实刚刚大家在讲说，徐国勇秘书长讲0分会不会话讲的有点重？那我不觉得，因为0分其实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做任何事，你完全帮不上忙嘛。可是我觉得徐国勇秘书长今天讲了很多人心声啊，甚至对我来说，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对台中市政府这次新中的分数，我们觉得负分，是你不止没有帮到忙，你不止没有帮上忙，你还帮到忙。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眼睛闭起来，你3秒钟，你想一下，我们想象一个情境，假如这次中央从头到尾没有出手，是台中市政府一直在处理这个猪瘟，你觉得现在会怎么样？你觉得台湾现在会怎么样？我们后天可以解禁吗？好，大家现在心里有这个答案了。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台中市政府这次处理，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是负分，就不是负分吗？你看看台中市政府这一连串下来的表现。包含第一时间，刚刚任俊也讲到10月22号的时候，台中市政府跟大家讲什么？因为我刚刚回去看了一下，10月20号刚好我跟元智也坐在这边，那天我们也在节目上。台中市政府那时候讲说，因为第一时间我们猪场特约兽医师到场检验，觉得不是非洲猪瘟，依法不能强制检验。元智那天也是用这个说法，你看现在是不是完全被打脸，很尴尬了，完全是瞎扯嘛，根本没有这个事情。那你台中市政府，你凭什么给这个说法？你是不是误导全国人民，甚至连国民党的同志都被你误导？那再来，这个为什么讲帮到忙啊？不是前天那个青校的事情，当然现在都过了啦。但我们现在想都觉得说，怎么这很荒谬啊？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中央帮你去，你清消了2、3遍，还是有阳性反应，我中央派人进去清消，你说，你就人不要进去就好，然后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说这个东西太难了，我来做啊，你就不要进去破坏现场，还有动保处人自己跑进去又去破坏这个现场，然后问你台中市政府在搞什么，台中市跟我说，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不就是要帮倒忙吗？这就是帮倒忙吗？你就不要做这个事情就好了，你还要进去破坏，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讲的都是政治问题，但是现在不止政治问题，讲到还有司法问题啊，这很严肃哎。现在讲几个最大的，因为里面漏洞太多了，我讲几个最大就好。例如说，现在一定要调出来，为什么你台中市的无期清洁队未经许可把厨余留用给另外一个养猪场 C？厨余是有价值的哦，现在市价1公吨厨余1000多块哦。那你这个养猪场 C， 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取得你台中市政府回收的厨余？那是他有跟你讲好吗？还是你单纯的疏失？所以这里面如果弄不好有合意的话，有法律问题哦，有图利问题哦。所以这个现在包含终检要去办下去。再来另外一个，你这个我们就讲厨余蒸煮的事情，现在真相大白嘛。4月厨余蒸煮机就坏了，从4月开始就没有蒸煮这件事情。你台中市政府凭什么之前出来说，我5月有去稽查，7月有去稽查？你在稽查什么啊？你怎么会？你说跟社会大众报告说我都有去稽查，就连机器坏了你都稽查不出来，这也有法律问题哦。因为你稽查过你出动你的人员去稽查，你一定要填表单嘛，你一定要打勾嘛，或者说每一个检查事项啊有没有做到啊，有没有确实蒸煮啊，设备有没有维护，环境有没有清洁，那现在要调出来啊。请问当时这个稽查表怎么写的？是谁盖章的？谁负责？谁承办的？如果这个人明明他到现场一看，他没有检查，或厨余蒸煮机坏的，他给你写厨余蒸煮机是好的，伪造文书那这不用查办吗？甚至我们不讲5月7月啊，就非洲猪瘟已经爆发了。10月14号不是这个什么赖姓兽医师去，然后没有采检，对不对？10月15号，动保处这个台中市农业局、环保局也去在针对厨余蒸煮做稽查哦，已经非洲猪瘟死50几头，他再去稽查哦。那你10月15号你去稽查，竟然还稽查不出来厨余蒸煮机坏了，所以台中市政府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越看就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荒腔走板到一个前所未闻的地步。所以好，这些事情当然现在一一追究。可是为什么今天徐国勇院长讲这个话？因为卢秀燕市长现在看起来还想要船过水无痕，对不对？他这个跟大家报告的是说，台中市成功解除危机，我们及时拆弹拜托你这弹就不是你拆的，但中央帮你拆的嘛。你刚噼里啪啦我讲那么多，哪一件事情是你做对了？那卢秀燕市长你坦白说要面对啊，包含现在有人说你的局长要不要下台，你的农业局长、你的环保局长如何？但我觉得重点是你身为首长，你的态度要出来嘛，你到底要面对你的市政机器整个烂成一团，你在这过程中完全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因为大家记得非洲猪瘟第一时间也是10月22号，卢秀燕市长定调什么？早上先有个初步回应，下午说回应过了，请大家多报道台中购物节。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回去看卢秀燕市长10月22号当天的反应，你觉得市长对这个事情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吗？然后到中间跟大家说该做的都做了，到现在说及时拆弹，对于这中间一连串缺失到不可思议，卢秀燕市长完全没有面对嘛？那没有面对，同样事情没有改进，未来就还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回来把这事情算清楚嘛。就台中市政府，你真的是应该给台中市民跟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袁志刚才讲说薛国勇给了0分，然后包括吴征刚刚讲说，如果中央没有进来，今天后天能解封吗？真的会是这样的光景吗？会吗？当然，台中市政府该检讨就检讨啦。毕竟大家这段时间没有温体猪可以吃，总是有点不方便，该检讨还是要检讨。但是徐国勇这样子讲，当然这也是一个政治攻击啊。像吴征的口才之好，对不对？把那个卢秀燕骂成这个样子，但是没有特别讲，就很生气啊。但是卢秀燕如果是内心，对啊。但如果卢秀燕是民进党籍的话，他就不会讲那些话。不用讲，不同党嘛。不用，卢秀燕是国民党，他做好我也不会这样讲嘛。民进党的就不会讲了嘛。所以这个当然就是4月政治机会，那你不用骂嘛。当然就是要骂，对不对？对不对？对嘛。所以这也是政治攻击啦。那对我来讲，譬如说刚刚5哥也有帮大家浓缩一下大家的争议点吧，厨余跟边境，对不对？当然绿的就是一打厨余。那徐国勇，如果你连边境一起打，就是说那边境0分，那我给你拍手。那你只骂台中，我就觉得你有偏颇，因为边境也是问题，中央其实也是有应作未作之处啦。至少我们在立法院
最近不管是防检局或者海关或什么的，都有其他立法院都有一些问题，都有认错啊。像今天是民进党的立委，他问环境部，他说对，像吴峥刚刚讲的，为什么那个厨余可以留用？你照道理讲，你标那个老农猪农标到你就只能自己用，那为什么别人可以用？然后请问一下法规怎么处罚？啊，农业部、环境部答不出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定这个法规啊！这不是应该是中央法规？然后上一次就是卢秀燕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他说啊，这个那个猪农都没有上传厨余的照片，对不对？他说我没有一直叫他道德劝说，打电话给他，但是他就是不愿意上传，没有罚则，所以我已经请台中的立委提案说要有罚则。当时很多民进党的也在骂他，就是说怎么可能没有罚则？有罚则好不好？一开始环境部还跳出来讲说有罚则，结果后来没罚则。环境部说的有罚则是说，如果他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斟煮的话有罚则，可是没有上传照片是没有罚则。那这个环境部是不是也可以把法规把它补足？还有边境的部分，像我们现在也在一般，你这个猪肉是怎么进来的嘛？会成为厨余，一定是他先进来嘛，因为他不可能忽然间生一个厨余出来，怎么进来的？3种方式，一个走私，另外一个就是入关的时候，坐飞机入关的时候，行李夹带嘛，人夹带嘛，再来一个就是邮包啊，寄来的啊。那这3个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破口？你也要告诉大家啊，你不能一直让猪瘟进来再来蒸煮嘛，如果不进来就也没有蒸煮问题嘛，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讨论的。陈时中讲说，如果讲边境的话有点牵强，如果一开就定掉边境，陈时中讲的话你要稍微推敲一下才听得懂啦。他讲说，要说边境是破口有一点牵强，因为为什么那一个猪瘟就刚好就在那个台中呢？怎么那么准在那个台中呢？我怎么知道？刚好就是进来之后，厨余就到他那边去嘛，对不对？那我都不知道陈中在讲什么。你要告诉我们是怎么防避嘛？我举例来讲好，比如说记得现在大家在电商，可能你可以有一些电商你是可以买得到疫区的猪肉，那这个部分你怎么去处理嘛？现在还是买得到啊。那时候我问防检局说啊，我们会道德劝说电商叫他下架啊，人家不理你嘞，就是还是有破口存在嘛。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也是要去处理。大家讲公道话，就是中央就把边境搞好了，地方把厨余搞好了，就没这个事啊。那你如果说只打一边的话，那就是政治啊。我觉得2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说，原之把这个加严罚则跟没有做好2个事情画在等号。那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因为包含立法院其实常在修法嘛。你说什么交通事故，然后什么性骚扰事件相关，罚则越加越重了。那你说，那你要回推是说之前，我们一开始没有罚到这么重，就是之前的疏失嘛。其实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再来事情是说，好，你说边境跟厨余，不过状况是这样，因为你们现在是用一种说想当然尔的方法嘛，就是说，有这个有进来了，那一定是哪个地方商跑，我也不知道，可是应该就是从境外进来，基本上这样嘛。但我们现在讲的厨余是讲很具体嘛，你哪一天，例如说你10月15号就去这个猪场了，你怎么会没有稽查出来？但我们现在讲的厨余是讲很具体嘛，你哪一天，例如说你10月15号就去这个猪场了，你怎么会没有稽查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把这2个事情成为一谈，因为确实啊，我承认，基本上在台湾发生所有事情，你说台湾有任何问题，中央政府是不是都有一定的责任？然后确实没有错，对。可是问题是说，那我们可以看怎么样把它加强嘛？例如说我们现在边境，这个机场以前去日本回来，可以走绿色通道，现在取消了，没有？现在罚则进来都在境外违禁带肉品回来，最重罚到100万，这我们可以持续加强做到嘛？可是你台中市政府是我们刚讲噼里啪啦这么多，你就是很具体的事，你根本就没有做到该做到的。那你要讲吗？那你说好。这个中央边境管制没有做好，那是哪一个地方没有做好呢？桃园机场有这个检疫员在睡觉，人就这样走得过去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当然未来就是可以想办法怎么样好精进再精进，防严再防严。问题是说，你说这就等于中央政府的疏失吗？这跟台中市政府状况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国民党这种讲法说反正这个只要有进来，就一定是中央政府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我打个比方就很像说，你说棒球比赛好了，你说外野手守备失误，外野手跟你说奇怪，球不要打到后面，就不会有失误啦，所以都投手的责任，球不要打到这边来，我就不会漏接啦。那高飞球我漏接，可问题是有人打出来的嘛，那怎么会打出来？就你投手球被人打到，你这样讲好像也没错，可是问题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那我要你干嘛呢？不是明凤，
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来，好，中央地方之间责任怎么拆？因为接下来就是政治攻防嘛，一定的嘛。而这个政治攻防显然会影响到，因为有很多媒体也在讨论说，经过这一阵子朱温所有的事件的处理，包括应变上面，对于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自己，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到目前为止2028看起来还是声望最高的，虽然是不是唯一，现在有人在打一些的问号，可是在这个对他自己2028近的就是2026嘛，2026所有的直辖市长、县市首长选。对台中来讲，要接班的人，对所有国民党的一些选区人这些来讲的话，会不会产生很大影响？我觉得还是会有若干的影响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中央跟这个所谓的地方在吵谁的责任，其实你中央。大家就说好了，如果你中央真的有缺口，好进来了，那为什么只有那一家中嘛？就像陈时中讲的，为什么只有那一家中嘛？因为他整个后面的处理蒸煮过程都不合格，也都没有检验嘛。所以说我这个中间的过程，你说流进来多少，谁知道？可是发生的就只有台中那一个案例啊。那所以说大家想不出来，为什么一个市政府的运作会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疏失，比如说这个姓郑的人到底，你说那个倾销那件事，对，到现在还没有人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就是说虽然赵兴有说，他这个觉得他有错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动保处的人也没有人承认说是他下令的啊。那我们就说，那你这位郑姓的清洁工就很有责任感、有责任心、对，很勤劳，休假还从这个台中动保处开车到无期40公里的路这样开，这从市中心到我们无期海线是很远的地方然后你为了要证明你有去清消，你还找一个人去拍照，这一定是有上面有人要叫他做嘛，然后这个拍照才能够存证，才能够跟上级交代啊。否则他如果是自愿军，我就自己去清消一番的话，那我跟谁交代？我不用交代，我自己就做自己的公益就好了。所以这个过程，你跟我说动保处没有人下令这件事情，大家会不会觉得匪夷所思？所以说，我觉得卢妈妈的处理方式是太松弛了。她第一时间就应该换掉3个处长了。就是农业局、环保局还有卫生局的人啊，这些都是相关的。这个后来发现，年轻清洁队也在偷卖那个厨余啊，这不是也是问题吗？如果他第一时间把这3个换掉，然后用下面的带上来，因为这3个人如果都是这样子混来混去的，然后事情都搞不清楚的，你上面接收讯息就会有错误啊。所以你宁愿把他们换掉以后，往下面先代班，先用次长来带，次的首长来带，也许你整个这个团队的机制会被认为是你有在拴紧，而且你的动作。我觉得今天卢妈还是不是很承认说她有一些重大的疏失啊，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好的。我觉得在面对这个东西，你要慎重，而且你要承认错误，然后这个比较严肃的态度，然后不要再是什么柠檬饼啊什么零的，这个东西不要再开玩笑了。大家就觉得说你从头到尾都很轻松的话，我们心里都其实很不轻松所以说我觉得这当然会影响到江启臣的这个选情啊。不过江启臣所以说你就说这也不能说6年来都没有，但是问题是大家会觉得说国民党执政的这一拖算是很大拖的，是不是平常就只会做一些比较轻松的经济活动，好购物节啊什么，今天又有什么花坛节什么之类的，但是碰到这种比较可怕的危机，你就变成一定要中央去帮你处理，比较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扣分的地方。那当然。选战打起来还是另外一场的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确对卢秀燕还有对未来江启臣2026在台中市的确是有伤害的。将军，请问一下，其实某种程度大家在比较是一个态度上面。态度好，我们这样讲好了，中央跟地方，事情发生以后，边境到底会不会有一些需要再检讨的？一定有，一定有，所以一定有。所以在过程中，第一个就是那个红绿卡，那个绿卡取消嘛。对 ，OK。某种程度，中央是不是也要表现的是说，告诉你说，我发现边境这样，那我把这个东西再加严一点。然后到了今天卓奎再说边境要再加严20%，那大家也不知道要再加严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旅客当然会有一些的不便，可是这要展现出来某种程度这样的态度。
所以相对，当然台中市府来讲的话，刚才敏凤讲，在第一时间要不要把一些有觉得过程当中处理不当的，要不要做更换，那是一个态度上的展现。包括到了现在，要不要很快一点告诉大家说，我在处理上面，既然赏罚分明，那赏我后面说，但是罚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哪些在处理上，这个要展现出来的是态度上面。我整个台中市府在处理这些的时候，中间有过有失有赏有罚，我都做得非常明确，那是一个态度上面的展现，需要做出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变化吗？赏罚分明就是对选民负责了，就是我用的人是非常精明干练，而且呢，对于行政效率做得很有效率的人，那这个人就是人民之福嘛。做得差的下台，这是对人民的一种负责的态度。那如果你犹豫不决，那当然扣分了。那我讲到现在为止，有谁可以告诉我？这几头猪的非洲猪瘟病毒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对，这个很难吧？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机场混进来的，还是货物混进来的？现在至少让我们多知道了一个管道，就是无期那边有渔工，他们的厨余，这点当时是不是漏洞我不知道，可至少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说边境是否严，我觉得去研究，但是呢，不能少掉任何一个方面那之前这个渔港这个方面，我觉得渔港或者是港口可能是漏洞。那我觉得既然知道，就把它堵起来。另外我就讲，我们军中讲不打情不打来，专打不长眼。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个不长眼，你知道吗？军中一个不长眼，就是让你这个军队人仰马翻了。这里面多少不长眼，我讲给你听。兽医师那个是那个姓王的，姓纪的，哇塞。你这个人是不长眼，他光是帮卢妈妈猜这个兽医师玩我猜你姓什么，你就搞了好几天。然后另外一个通报，这光是一个通报又是个不长眼，他有照相通报，他不会照相，他是拿旧的照片。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超级不长眼？最后人家是连蒸煮器都坏掉，根本是早就坏了，你不知道。再来讲清消人员这个自走炮，这更莫名其妙。礼拜天休假。一群待命的清消人在那边待命，突然间没事儿，我们去乌期玩玩，你不用派工单吗？不用核准令吗？那你这群人派出去之后，请问别的地方有事去哪里找人？这个待命派工绝对有人要派，不是自己跑自己去。好，那我再讲更不长眼的，死猪的3连单都可以有3到4种说法，这完全就是行政无能。你的动保处厉害吗？你的农业局、你的这个卫生局、你的环保局，有哪一个称头的？没有一个称头，全部都是4个字：行政无能。从封锁到采样到化验到分工，样样失灵。那你想想看，这对卢秀燕出来主持一个活动就可以翻转了吗？这个印象就留在人民的心中了。尤其是当年轻的朋友已经把卢秀燕变成一个梗，变成一个地狱梗，你卢秀燕花多少的功夫跟能力才能翻转啊？对不起，你这市长只剩1年哦，只剩1年哦。你这1年过后，你不是台中市长了，你又不有党职，那你说没有？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共主，现在连国民党都不见得认为你是共主，都说我们优秀的人很多，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都可以出来选举。那你卢秀燕还有未来吗？卢秀燕垮不垮？我觉得国民党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让国民党压的一个本来是唯一定于一尊的人给垮掉了，这个压力有多大？这个破坏力有多大？所以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很简单了：中央跟地方有没有要检讨？我觉得有。中央就是防堵的方面，这次我觉得至少知道了那个港口的这些厨余，你从船上下来的。这个点，有没有办法像机场拿那个红绿牌一样检得这么严格，滴水不漏？如果没有，赶快加强。那么地方，我就告诉大家，吃厨余的猪没有错，因为本来就经过核定可以吃，但是你让猪吃了没有完成依规定蒸煮的厨余，那是人的错，不是猪的错。所以我才说这一次中央地方有没有检讨？有检讨，就看哪一方你是率先检讨，而不是在推责任。如果你是率先把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中央把所有的入境的全部都解决了，中央负责；如果地方都能把稽核、稽查、通报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解决了，地方负责。但是呢，如果地方政府只认为说没有啦，我们只是个小小的地方政府，什么不能做，全部推给中央，你别忘了，你当时不是也想当中央吗？
如果你连地方都做不好，你如何进军中央？全部推给中央，你别忘了，你当时不是也想当中央吗？如果你连地方都做不好，你如何进军中央？你来，年轻人，一种这整个在年轻族群里面会怎么样看待这？因为包括在网络上面，包括好感度啦，包括所有这些，刚才将军有特别提到，像打鼓那件事，当然会有很多的一些的讨论，而这些一些讨论对于整个政治上的氛围，不只是卢秀燕市长一个人，而是整个蓝绿之间的消长，某种程度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更何况还有蓝白合一些的问题哦，它都在这个里头。以前有柯四海。2005年柯四海那时候整天追着马英九还我牛，柯四海已经过世，但是这个以前那个梗，马英九还我牛。今天徐国勇秘书长也说卢秀燕还我猪，就你知道这种东西是一直会被连续。那卢秀燕当然最近很红啦，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这是10月20号到28号，就是那个朱恩刚发生的那一周，我们来看就是。10月20号就是那个宣布，就是确诊非洲猪瘟，有没有？那个你看那个声量就飙高，对不对？然后飙到最高的时候是在你看上面有多少？有14万则热门话题。台中市府一直以来都是用最严格检验标准，看到什么报什么，他们自己讲。他在网络上在讨论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这已经。先不用扯到政治，光猪瘟这件事情是每个人的民生家计的问题，所以那件事情是全国都关心。那当然政治上是当然还刚好又遇到卢秀燕是可能是国民党未来的共主。那我们来看讨论高以外声量很重要。针对卢秀燕的个人的声量，我们来看这边是整体的，好持平的是大概9万多则，中间黄色是持平，那可能是关心猪瘟。但如果是针对卢秀燕的话，我们看上面红色的部分。负评的就骂卢秀燕的有37000多则 ，OK， 那正向的只有8900则，负向是正向的4.2倍。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大多数网络上在讨论卢秀燕那个屌了，在骂他。那这个东西当然对卢秀燕有伤嘛。为什么有伤呢？因为大家记得10月20号那时候确诊出来以后，当天下午卢秀燕是跟大家讲什么？请记者多报道台中购物节，有没有？那大家炸锅嘛。发生猪瘟是大家的不幸，那我们就这时候你是台中的大家长，你应该怎么样去解决？结果你叫大家去多报道台中购物节，这个打个派，所以为什么在网络上面骂他？然后接下来一直讲到昨天，他都还在讲什么？他说我们是，他昨天没有去开中央的记者会，他留在台中市政府还开直播，在市政府开直播，然后说他及时拆弹化解危机，将疫情锁在这个暗场。到现在，人家都帮你把屁股擦了一大轮了，然后你竟然还在那边得意洋洋说你及时拆弹，所以网络上骂他什么？你就是炸弹啊！你本身就是炸弹啊！而且我这边还要加嘛，你卢秀燕是讲难听一点的，如果这一个月这半个多月来没有你可能还好一点。你现在是不只是成事不足，你还败事有余。刚刚讲你那个暗场就是无期的暗场，你没有去做封锁。事发6天都还让很多人进进出出，完全没有清消。然后等到真的中央下去清消，也发现说代志大条，那个猪粪都囤了20-30公分，所以10月30号的时候派了20个化学兵去清消，结果化学兵回来回报说，报告长官没办法，太脏了，所以连夜又派了80个化学兵，总共24个小时，毛起来100个化学兵等于一个连在那边清。好，那清完了31号清完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等裁剪，第3次裁剪。就我刚刚讲为什么叫败事有余。你刚刚提到嘛，11月2号的时候裁剪的前一天，礼拜天，立博台博基黄姓组长叫郑姓的动保处的那个人员去里面清消。这件事情让裁剪到今天早上才能开始裁剪，你知道这件多严重吗？很多人不太了解说，他就再多清消不是很好吗？错。因为它那个清消以后要等消毒剂干掉以后，我们才能裁剪。那你现在又去喷新的消毒剂以后，这时候里面是湿的那个环境，消毒液还在的时候，如果我们一裁剪的话，会造成伪阴性的结果，就是那个裁剪就不好了。所以很多人我看网络上人家讲说多清消是哪里不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你就没办法裁剪，那我们就没办法确定说这个养猪场是不是完全清消。所以现在我们还在等结果嘛。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你处理的整个荒腔走板，那2个副市长都出来道歉，结果你卢妈妈还在那边一副就跟大家说你做的很好，然后今天还继续宣传说他要继续拼经济，叫大家去上次是购物节，今天跟大家说叫大家去参加台中花坛节。这边效果还有一个更扯，你知道怎么样？那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紧张很担心嘛，对于那个猪瘟跟厨余打电话去台中市政府，孝哥你知道怎样吗？台中市政府的总机语音答录跟你讲什么？你知道他在宣传他的购物节，他说
购物节抽大奖，欢迎下载 APP。先讲完这个以后，才能转接。民众李亚公说：“我现在打去台中市府就是要问朱恩的事情，你还叫我去下载购物节的 APP， 所以这件事情荒唐左板道。我跟你讲，连他的友军都看不下去。民众党，我先讲国民党，国民党其实没有什么大咖出来帮他讲话。你有看到郑丽文出来帮他讲话吗？主席不理他。你有看到要选台中市长的江启臣出来帮他讲话吗？不理他。你有看到杨秋英出来帮他讲话吗？不理他。我跟你讲，国民党这些要角，现在遇到卢秀燕的跟他就是一个朱恩，所以大家都离他远远的。除了国民党离他远远的，连民众党都出来cos他。我觉得被民众党cos真的够更小。这是民众党的那个青年部，他们的青年军，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在搞笑与崩坏之间，当政治人物成为迷因，他在那边长篇论述什么？他就说政治人物啊，就是搞笑跟迷因是一线之隔。政治人物被讨论不是坏事，像王世坚搞笑，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大家觉得很有趣，年轻人喜欢。所以王世坚你看他之前去北科大接受荣誉博士，年轻人跟他拍照，那个骗不了人，年轻人真的喜欢他。相反的，刚刚讲然后将军讲卢妈妈成为万圣节的笑梗。我现在最好笑的是，连民众党的青年军都要来讲卢秀燕，在教训他，在教导他。可怜啊，卢秀燕，你就叫可怜啊！你现在连民众党的青年军都可以写一篇文章跟你讲说搞笑跟崩坏之间，他们就提醒卢秀燕不要再崩坏。可怜啊！你看，连他的友军都看不下去，都出来讲这件事，你就知道整个卢秀燕那个声望已经不是崩点。所以过去有人讲卢秀燕好像每一次出包，他都可以好像用化妆啊、滤镜就盖掉，然后又动不动就发布什么民调就第一名，拍谁？当这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没有滤镜的时候，整个摊开来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台中市政府的治理是如此的。我用黄国昌来讲，臭不可闻。明凤，本来其实如果是对一切都很顺的话，我相信国民党经过2次大罢免的胜仗以后，然后目标放在2026、2028，觉得可以一路摧枯拉朽，一路往下。中间当然出现本来大家设定的是那唯一的共主卢秀燕如果接了党主席，然后接下来就一路领兵带将，然后就直接往下打。但现在看起来，第一个党主席他没有选，郑丽文上来了，对啊，中间在竞选过程的，包括中国人说啦，包括普丁非独裁者说啦，所有相关的这些，然后包括讲说，其实国民党里面2028有很多人啊，韩国瑜啊，连蒋万安的名字都拉出来了。这些对整体的选战上，或是大家在讲说政治上的那个事，会有什么样一件影响？而如果再发生台中的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蓝白，你把今天最新发展的政治的局势的一些政治相关的事情，台北市 T11、T18已经确定了，所以蒋万安跟李寿安今天在议会要报告所有相关这些，然后讲那个解约金44.7绝对不会有那个市民的问题，那惠达要去负责。然后这个时候，李四川看起来新北，当讲郑丽文也讲说新北一定是蓝军的人，然后这个 T17就把他讲，所以新北可能看起来就是川博。那黄昌应该在这过程当中，他不会选了，就不会有这一块。对。可是所有相关这些，然后今天绿营呢已经确定新北是苏小慧出战。你把这些跟最近发生的这些政治的事情消长之间比较起来的话，所以整体现在看起来的话，尤其好。如果新北又面临到是这样的一些的情形，对国民党来讲，从台中事情，然后卢市长没有选主席到台中的事情，一路上到现在来讲，未来2026、2028是怎么样？现在大概很难照前几个月这么乐观了。前几个月当然是一面倒的，国民党是很乐观。当然了。那你现在呢？最好的评论就是算是打平手啊。那就比较差一点的话，可能就国民党是居下风，而且国民党潜在的危险还是蛮多的，因为潜在的危险就是他们的新任的党主席。然后讲到欧洲的人都会开始发飙这样子讲，所以说我觉得党主席本身就是一个变数。当他没有选党主席，然后当选人又是郑丽文的时候，其实卢秀燕的2028的气势就少了一点点。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重伤嘛。那你现在就说好，现在的郑丽文还好。就说那些很凶的人还会骂郑丽文，譬如说蔡正元在骂郑丽文，说你没事去挡国防预算干嘛？然后这样，那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攻击之后，郑丽文就变成一个，就是对国民党是好的。郑丽文的那些不当的，就说或是比较轻重的言论，就会缩小。所以他们里面总是有人会讲话，对，他就变成碎喊了，然后那公委就不算话，党主席变碎喊的。
对啊，那你连蔡正元都可以骂他哎，蔡正元是整个在支持他的人呐、都现在都开口就骂他啦，然后谁都没有大小啦，所以说你为什么党团的这个干部你可以指定，所以就是说有这样一个随时都可以骂的党主席也算不错了哈，那所以说可以减少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你现在就是台北的部分。我觉得新北跟台北跟新北算是 safe。如果你侯友宜没有挡李四川的时候，台北你蒋万安这个 T18的事情解决之后，那就是那个。但是问题现在台中有悬疑了，台中有悬疑，本来台中也比较稳，对，台中本来是稳的，就是这个的。那本来人家说这个绿饼比较差的部分是在台南跟高雄嘛，尤其是高雄。人家说这个绿饼比较差的部分是在台南跟高雄嘛，尤其是高雄。那你现在就是现在打平手，就是一个台中有悬疑了，高雄或是台南也有悬疑了，所以变成说你在现在六都的生态会不会改变？会改变，但是也许也是4-2，但是哪几个4？不是原来的4。对，不是原来的4，不是原来的2，那这样就是很有趣了。但是问题是说，你这样子的话，未来如果你县市首长，这个选得好，那母鸡带得好，那可以减少郑丽文的伤害。可是郑丽文真正的伤害是在2028年的选举。2028年的选举，第一个他可以左右人选。如果你现在卢秀燕打下去之后，你现在要挑谁？大家现在就说，都点了好几个人啊，连蒋万安都连蒋万安都出来了，但是最被提起来就是一个叫韩文佩的组合啊。韩文佩就是党主席到底是要不要选这个，要不要选正副总统，都是很对啊，党主席本来就应该会有角色的，对啊，会有角色的啊，像那个以前都是这样子啊，然后现在卢秀燕下去之后就变成跟韩国瑜好像又平衡了，所以那问题是韩国瑜跟卢秀燕之间，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本来国民党在2028。这2026也是没有悬疑的，2028就变成也是没有悬疑的，但是2028现在就悬疑很大了，2028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除了路线之外，人选也不见了，所以这个卢秀燕不是能够这个唯一了，它是之一，它变之一了，那不能够这个，所以说那个未来2028。搞不好就搞了跟2024一样抢来抢去，然后白银呢又进来，那你不是又搞了一团乱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可惜的。如果郑丽文的东西就算了，可是如果台中市这一场可以 hold 住的时候，我觉得国民党受伤不会那么严重了。颜之，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真的是一盘局就搞成这个样子吗？我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啦，因为你看郑丽文后来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 OK 啊，就是没有大家一开始想的。别人批评的啦，我是对他有信心。一个郑丽文再加上台中市在这处理这些事情，会撼动到国民党2026胜或2028。2026因为各县市还是以候选为主啦。例如说以新北来讲，如果李四川可以顺利出现的话，再加上可以跟黄国昌整合，我觉得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黄国昌现在我昨天我看游宜龙讲说什么新北市郑丽文说一定会提国民党自己人，没有也没有。就是讲的是，但他不是这样讲吗？他这样讲是说一定提蓝的，因为他是国民党主席，他一定是这样讲的。我们一定有信心，我们的人可以被提名嘛。但是我们的人出来之后，还是要去跟黄国昌整合啊。如果假设黄国昌掀起一股昌流，然后他的民调赢了李四川，那国民党还是会去支持黄国昌啊。只是现在问题是，如果每一个县市，我听你在吹，真的，我如果说他现在可是现在就没有昌流，没有昌流，现在以李四川我们就是靠水，他不会有昌流，没有难讲。那2018年那时候也没有人想到会有寒流，对这个千万都很多时候不能讲那么笃定。所以郑丽文比较有信心，你还好。对我不是说我有信心，但是
假设发现那个状况，我们还是一样会治黄国昌。那现在的问题是，像游盈隆的分析是说，各县市如果蓝的跟白的去比的话，白的一定都是蓝的，这是游什么？游盈隆讲的，对，刚讲的游锡坤，游盈隆讲的。但我觉得不一定，第一个不一定。因为像之前新竹，我们的候选人林根仁就被气饱了，那个还是会看人，高虹安就赢了嘛。那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主席的智慧，就是郑丽文郑主席怎么去跟黄国昌谈，在哪一个地方要让，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按照轨道上走了。那眼前的事情应该不会影响到大局了。但任俊，如果讲黄国昌主席的话，可能眼下最近出现的这些事情，那一定都要 safe 过关。譬如狗仔门的这件事情，然后凯斯之间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周刊报的所有这些相关，从昨天周刊报，那有没有人家注资到凯斯？那当然就讲说凯斯跟黄国昌有什么关系？现在最大的断点当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对黄国昌主席来讲，包括讲到2026盛会要带着民众党一路再往下的话，中间的这些事情要全部都没有事啊。这个因为有台有出示他们收到那个民事的那个告发状。那就他说要告那个周刊那些告的是民事，目前看呢，他们收到的是民事，刑事看起来起诉状，对，那刑事的部分到底告了没有？黄国昌就说那就到法院讲嘛，那搞不好有时间差也不知道。不过看这个黄国昌他的那个去告发的这个啊，他其实就是提到，他其实就是提到就是说这个，因为他长期呢他的形象就是公益揭弊嘛啊。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报道，事实上已经对他人格啦对他什么名誉啊，什么造成这个无法泯灭的这个恢复的这个伤害啊，所以他基本上要求偿这样子哦。但是您刚刚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凯斯国际其实这个角色真的很特别啦。就说我觉得如果这些事情就周刊报道都为真的话，我真的觉得凯斯国际的负责人就那个李丽娟应该属于经营之神的这一种概念就说这个凯斯国际在2个月前，其实也没什么人知道有这家公司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在媒体上面大名大放的大企业嘛也没有对外增资，也没有募股，什么也都没有他们都没有。但是你却可以看得到，按照周刊的说法是哇，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各个不同的企业当然钱都不多100万、200万、1000万，1000万最多听起来数字是1000万都愿意注资给他，都愿意注资给他。那表示他的人脉应该也都还不错可是就是一个极其低调的公司。那特别的是呢，我就回到刚刚黄国昌讲的公益揭弊因为刚刚提到郑丽文郑丽文就像那一天大家在谈论，就是说郑丽文那个到底普丁的角色是不是独裁者，这个我觉得是各自见解的问题啦那黄国昌是不是以公益揭弊认为说他其实就致力做这个，我认为也是个人见解的问题因为最少，如果你在问政的过程当中，你所谓的这个你质询的个案，这个个案里面所提到的当事人，跟你背后事实上第一个有交情，第二个是不只有交情有没有今天有另外金钱的部分到了其他的公司去？而这个凯斯国际，因为现在看起来周刊是直接明白讲说，你们有这个100万、200万或多少钱进入这个凯斯国际，而凯斯国际又有帮黄国昌在组织他所谓的调查员。或他组织的这个狗仔集团里面，这个公司有帮他出了这一个人事的费用，甚至也有有帮他做这其他的这个费用的支出的时候，那你跟我讲公益这2个字合不合乎在这件事情的判断上？我认为这可以备受讨论嘛。全台湾有多少个立法委员？我们在座也有一位啊。请问有多少个立法委员在问政的过程当中所问的案子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多少个案子你所问的里面当事人跟你最后是其实他是我大哥，其实他是我什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最后只要他出事，我都到立法院里面针对他的案子来质询。我们有这么多立法委员，请问有几个人有这种比例？这个比例会不会太高？我当然尊重他认为他自己是公益揭弊我都尊重嘛但我就讲嘛，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判断嘛所以国民党现在一直在营塑一个卖给黄国昌一个美好的想象跟未来嘛。谁会在这时候会讲说我不要跟民众党合？但黄国昌是个傻子吗？他当然不是，黄国昌聪明得很，他是民事诉讼法的专家这时候为什么弄民事？他很清楚的知道嘛。黄国昌那一天为什么受访的时候会提到一件事情？当大家问他说蓝白要不要继续合作，他出席的那个重要叫做联合政府
什么叫联合政府？他一直觉得说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啊，全世界应该都这样。但问题是，他的联合政府的前提在哪里？他可能寄望于国民党是找他说，我如果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民众党一起来。但是被问到说，那你们两边怎么合作的时候，黄国昌丢了一句，那当然大家还是要有诚信啊，不然会有惩罚机制在。什么叫惩罚机制？大家也很好奇啊。是不是立法院合作里面，黄国昌也讲得很，我觉得他也没有讲得很隐晦啊。我们都先把话讲清楚，后面怎么样，我们大家就来看。但问题是，当他出现一个惩罚机制的时候，那就有趣了嘛。最现实的，直接会面对到的，其实就是接下来2026的地方选举嘛。地方选举不是只有县市长的选举嘛？我就讲。我一部分来讲，其实，在蓝白，虽然我一直觉得说黄国昌对于周刊的那个质疑报道，他其实都没有正面回应但是最少对于他们民众党想要的东西，人家讲得很白啊，4个县市直接点名啊，新北市嘛，宜兰嘛，然后还有新竹嘛，然后还有一个本来是嘉义变彰化嘛，对啊，对不对？这人家是4个直接点名的。那国民党刚刚要提到国民党可以合作，对啊。那你说有一个固定的机制 SOP， 其实目前就是没有嘛。民众党想要的，你敢承诺说现在要给他吗？你说要进机制，1阶2阶，国民党自己也没办法讲啊。民众党如果跟你要1阶，我不管你国民党几个人，对不起，我们大家一起拉下来 PK， 对民众党是相对有利耶。如果国民党自己1阶完了之后，我2阶再去跟民众党要去谈的时候，对民众党来讲，民众党不愿意？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反而把丑话先讲在前面 ，OK， 先告诉你讲说，你们今天讲这些我都听到了，你们今天跟我讲说我们可以谈，你们讲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大家可以怎样？但你最后如果没有顺他的意的时候，请问这时候当两边站在一起，国民党有他的坚持，民众党有他的坚持的时候，请问这2个要用谁的？我觉得不用讲那种，就是说，我们到时候一定会协调出一个办法。因为我讲实话，民众党已经把几个路都开出来了。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回应，就是没有回应嘛。那我觉得，如果讲黄国昌主席他现在我刚才讲，他是要眼前面对到的这些事情都能够 safe 过关，那其中包括一个就是。当周刊爆料的时候，然后媒体上面有讲说，包括检调在调查过程也会比对说，如果要是注资凯司的，然后跟黄国昌主席在立委然后质询的之间的这个符合性有多少？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未来要查的方向到底要走哪一个，可是媒体报道有这一块，会不会有？而另外一个就是李丽娟这个人，她是凯司的负责人，那可能在未来有一个重点就是她是不是凯司的真正实际负责人，这一块大概就是整个重点，就像木可的李文娟，对，那到底木可是柯文哲，还是李文娟？这个跟所有未来这些是不是都会有关系？这个其实现在发展到这边，我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就是确实黄国昌跟李丽娟之间到底什么关系？我坦白讲，就是这个风暴的核心啊。那我先跟大家报告说，关于这件事情，高家人就是黄国昌的岳家这边是怎么讲的？因为周刊报道嘛，说李丽娟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黄国昌的小姨子啊，他们家开的安亲班里面的补习老师。OK， 那高辉有寄这个存证信函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事人的说法哈。当事人说，这个李丽娟担任老师的安亲班哈。并不是安亲班，这个地方是高辉的公司云力国际的登记的住址。那为什么说是为什么有人觉得安亲班呢？不是，这边是高家的亲友们让他自己的小孩来这个地方上家教的一个地点所以有小朋友在这边上课，可这边不是一个营业的场所大家知道了。OK， 这基本上他们讲嘛他们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在民生东路里面，大家看。这个就是所谓云力国际登记的住址，就那私塾吗？对，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拜托，我小时候我妈也有帮我请过家教也有跟小学的同学大家一起请，比较划算。我们在哪上课？我就再找一个人家里客厅上一上吗？对不对你说就算说好到爸爸到妈妈的公司上课好了，有需要你几个亲朋好友一起请家教还要弄一个对外的这个贴墙贴还要配租哇，还要对外宣传让大家看得出来这边都是一个亲子场所，有需要这样吗？还要专车接送对啊。
而且不要忘记哦，之前这上面还有人拍到有贴一个商标叫 Cheerful Kid， 这个快乐小朋友的商标呢，还是黄国昌的办公室主任赖嘉伦申请的。就这一间 Cheerful Kid，Cheerful Kid， 这 Cheerful Kid 有申请有申请商标对，注册商标赖嘉伦黄国昌办公室主任申请的，你们高家帮小朋友请家教还要申请商标哦，这个好像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请家教不太一样，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我讲到这里，大家心里有答案嘛？因为当然，因为他没有跟台北市政府立案啊，所以他不能说他是安静班啊。他承认他安静班，马上一堆罚则下来。好，可问题是说他也没有否认李丽娟在这里面就是当老师嘛。所以，假如李丽娟就是这一个我们讲说好私塾的老师，那各位朋友，你觉得这个私塾老师，他同时也是敦化南路豪宅的屋主，他同时也是凯斯国际创办人，这个都是他自己弄的生意的机会有多大？那还是说，其实这是一个高家聘请的老师，然后他被拿出来当人头呢？大家觉得？那我先讲我的推论。我们这个李丽娟在目前整理的状况中，总共她有3个身份。第一个，她持有刚刚我们讲敦化南路豪宅的屋主，然后黄国昌的太太跟小孩户籍在这里。第二个，凯斯国际是他创办的。然后第3个就是安亲班老师嘛。啊，对不起，在我看来，我直接讲，我个人认为，非常看起来这李丽娟可能就只是一个人头。我个人认为，非常看起来这李丽娟可能就只是一个人头，她就只是一个你把你们家族相关人际网中的一个人拿出来，好让大家挂名。好，可是问题来了，那所以是不是假如李丽娟是人头的话，那是不是这背后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是所有事情都帮你黄国昌代打呢？因为你的太太跟小孩是不是也住在这个敦化南路豪宅呢？那是不是因为你是更是人物，所以你的财产要财产申报？你觉得豪宅可能不知道你不想要露出来，所以把它登记在李丽娟名下呢？那又是凯斯国际，因为你的狗仔是凯斯国际付薪水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跟我们讲的一样？这一个凯斯国际从头到尾都是黄国昌你在操盘，李丽娟也只是人头呢？好，这是现在目前整理出来嘛？那刚刚最后讲到一个说，好，那不讲一大堆，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凯斯国际到底有没有收企业人士的资金的挹注哈？因为根据周刊报道，当然这是周刊说法，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更多证据，但是周刊报道事情是说，凯斯国际它包含我们之前有讲过收什么这个陈建平啦，以前前今天是董事1000万如何？那这新的一个有收台亚集团的200万元。好，那好，问题来了，假如你黄国昌是凯斯国际实质的掌控者，那你又帮台亚的这个相关的个案在立法院质询，那其实我们知道立委你是不能，你可以帮别人质询，但你不能收钱帮别人质询，这我们讨论过嘛？你可以开公听会，你不能收钱帮人开公听会，这就是之前徐永明为什么会吃这个案子嘛？那所以问题回来了，就是凯斯国际，大家到现在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任何商场上，一般我们讲说，它如果是独立的公司好了，我要投资你，我图什么？我图你以后赚钱，我分红嘛。那凯斯国际现在有什么赚钱的方式啊？看不出来。凯斯国际投资民报赔钱啊，凯斯国际养狗仔也是单纯开钱啊。凯斯国际有什么样去回收回来金钱的方式？完全看不到嘛。所以，那这样一个公司，它又可以持续得到这些商界大佬、然后前政界人士的资金挹注，那不就是证明说，你这个公司唯一可以去让人家来注资的，就是因为你有黄国昌这个招牌，你有立委的职权嘛？那我们也不要忘记黄国昌从头到尾对李丽娟的说法是什么？不认识，这是谁呀？印周刊说什么李丽娟是我姻亲又在写小说，可是到现在我们看出来了。是啦，李丽娟不是指你直接姻亲，但是她是你的姻亲高辉聘请的老师嘛，所以你去看大概3-4个礼拜之前，黄国昌一开始对事情说好回应，彻底撇清他跟李丽娟之间的关系。可是到现在，我们包含知道黄国昌他的小朋友，你的住的地方户籍是李丽娟的，然后现在李丽娟发现说，就在你的这个太太的姐妹的公司里面，所以证明说黄国昌从一开始他其实是在闪躲，是在骗人的。那到了现在最后呢，就是说。好，那检调去查这个金流，如果真的有
所谓台亚集团其他这个商界公司的资金进入凯斯国际，而黄国昌你是实质拿到这个好处人，那可能就有贪污图利治罪方面的问题。那吴娟刚才推论会觉得说，是不是李玉娟不是真正的一个负责人？来，云芝，那媒体就是周刊昨天报道出来说，黄国昌有直接在回应这一段的时候，当然就直接讲说，反正就是子虚乌有这些，就是要抹黑他，然后所有这样，然后该告的法律程序该走的，他一定会往下走，也就是否认像这样一些事情。你是这里面为一个立委问政的过程，刚刚大家有特别提到嘛，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像搜狗案的一些情形，所以立委问政的过程通常会跟当事人之间金钱往来方面，其实会特别的小心这些。那你自己怎么样看周刊报道这一块？没有，吴峥讲的部分对嘛？就是说，如果他问政是因为人家给他钱，他才去问的话，那就不行嘛。对，就是不行嘛。但是现在大家打黄国昌是推论，说哎呀，你怎么无缘故意问这个呢？那个有捐给凯斯国际钱啊，那凯斯国际又跟你有关啊，因为他的老板很可能是你应尽的人头，都推论啊。也有可能是小说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是很难下定论，就是吴峥可以这样推论，他有相当的证据证明就是那个台亚集团真的拿200万注资凯斯国际，一把独孤求告呢，一个黄国昌的告，黄国昌没个告呢，黄国昌只告林俊宏，还有叫洪不让啊，洪不让叫个告。对，但是这也都是推论。那你本来应该这样，你怎么没这样做？你有鬼！就算有人注资凯斯，那跟黄国昌这两个嘛，第一个他要不要告？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告也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委屈，是有时候告也不会告赢啊。因为公众人物每次告诽谤都不会告赢啊，就是这样啊。我那时候。对，所以他有时候觉得，你知道，有时候会陷入两难，人家乱讲你东西，你去回告，然后有时候又不会告赢，就变法院认证。对啊，认证。所以有时候大家会想说要不要告，生气哦，然后旁边就会有人跟你说不要告啦，你又不会赢，你告这干嘛？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告就一定有鬼了。他告民事，那告民事会比较好，但是民事也不一定比较容易成立。但我觉得告不告也不能推论啦。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说他有什么，就一刀毙命，查出有金流那个钱，凯斯国际，然后最后给黄国昌，然后黄国昌还是因为拿这笔钱，要两个对价关系哦，好像黄国昌还是拿这笔钱才去问这件事情，那才有事啊。否则的话，没有，当初徐永明他本人也没有经手那个钱，那个钱是由他的好朋友趋势的民调的总经理那个什么吴世昌去经手，所以徐永明其实本人没有经手那200万，但是徐永明一审被判7年4个月。对，但是那也要。所以同理，如果黄国昌最后证实他跟凯斯国际之间真的有密切的往来的话，虽然黄国昌说我没有收钱，对，因为钱你没有收啊，这钱是到凯斯国际的身上，但是如果证明你跟凯斯国际有紧密的关系，而你又在那个议会去质询那个服装集团的话，那这样不就跟徐永明当初的案子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是的话，但是他现在否认嘛，所以我觉得要证据说话啦。现在都还是在推论连看，那他否认，当然我们无罪推定，他没有经手钱，无罪推定，但是不代表他并没有特别讲说凯斯国，因为他跟凯斯国际他现在就是撇清关系，所以他不会去回答凯斯国际有没有收200万的事，他只说我没有拿钱。对所以徐永明当初也说我没有拿钱啊，他确实没拿钱啊，但是一审判他7年4个月是这样来的。没有，这还是推论。来，将军，我告诉大家哦，大家回忆一下，柯文哲当初啊，橘子是谁？别乱讲，什么橘子乱提。那木可公司，不爽你去告啊！我早上出来我生日，我还以为这个是检调来问我的，对不对？你去告啊！我告诉你，黄国昌案缺一个钟小平啊，就缺一个钟小平啊。如果柯文哲这个案，一定要把钟小平，对，真的，柯文哲这个案子哈，柯文哲金华城案，钟小平好害怕。如果没有钟小平去告，柯文哲案就是一来一往啊，就是这个隔空叫嚣啊，柯文哲也没去告人家，对不对？是钟小平就告柯文哲了，你知道吗？现在黄国昌就缺个钟小平啊，但黄国昌也很怕这个人，但这个人很可能是谁？洪不让，林俊宏，所以他谁都告，不告林俊宏，真的谁都告周刊，告负责人，对不对？因为那写稿人刚好不是林俊宏，没有，因为林俊宏，黄国昌也许认为他手上。不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告那一篇的作者，但是昨天那个凯斯国际注资200万的这个对价的是林俊宏本人写的，对，所以对黄国昌伤害最大的应该是林俊宏，不让，可是他就偏偏没告他，因为你如果告了他，他去告你怎么办？你把钟小平逼出来了，对不对？黄国昌关键在于他的这个案子里面没有钟小平这个人物，如果被告了，地检署按铃申告，黄国昌麻烦，真的黄国昌麻烦，因为民事。我被告过，他只问你有没有骂他，有啊，就这样。你至于你为什么要骂他，怎么骂他，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有骂他，
那黄国昌告民事，说句实话，就赢了就拿钱嘛。会有什么荣誉的回来？不会啊，人家就缴钱就是了。对，我就骂你，我就缴钱，我爽我骂，就这样子而已。可你想想看，黄国昌的形象跟他以往建立的形象是不是产生矛盾了？如果你是个吹哨者，你是个公开透明、主张正义的人，你不应该告民事。我刑事跟你拼到底。我要的不是钱的赔偿，我要的是我让你恢复我的名誉，让事情水落石出，才叫吹哨嘛。民事不会水落石出的。另外，我讲他多年的揭弊形象，这个事情受到多大的损伤啊！你有没有告？够了，告什么？告民事？这根本不告民事嘞！你缺钱呐！你要的是清白，你要的是真相。你告民事不会跟你真相，告刑事啊。另外，我讲避开核心人物，谁都告，不告林俊宏，不谈红不让。那你这怎么会？人家说我手上有东西啊，故度求告，你就不告，那表示什么？表示你还是会怕，跟柯文哲一样的状况嘛。最后我讲时间跟政治的意图。刚才吴峥拿出高辉的那个叫什么自白书还是什么？不是纯正信函，纯正信函。为什么说是自白书？你知道，他几乎承认了，自己露馅了。对，几乎承认嘞。对，有这位李丽娟，对，他是教书的，对，有在教小孩，只是私塾，对，他真的在教。对，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教，有老师，有地点，有招牌，有店面。这不是幼儿是什么园嘛？对，没错，就不是幼儿园。高级私塾，对，高级私塾，连续6年，每个月花75000块住那个地下室跟1楼，那真的是很高级的私塾。那这不要自白书嘛？就直接告诉你，我也认识李丽娟，对，黄国昌，你的姻亲已经出来了，高辉认识李丽娟，那你要告什么？好，最后一个，黄国昌这个打弊超人到现在叫什么自保啊？叫做自保的政客。我不敢告刑事，我告民事，告赢了，赔我点钱，我就爽了，我就开心了，哇，这跟你人设差别太大。最后我收尾一句民事提告能够获得赔偿金，但是呢，你的政治上不会帮你洗白。正义如果成了工具，就算你赢了，我告诉你，你输了人格，你只是赢了赔偿金而已。但一中老师，在年轻人、学生之间，黄昌还是很受欢迎吗？因为他的族群，你知道他的族群，刚刚将军讲的，他不希望大家都接受我，可是我的族群，我的支持者要认为我是无辜的人，我就 OK 啦。那最近有说像政大政治系学会要邀他去演讲，这个过程呢？今天有记者去政大采访学生，问黄国昌年改的事，因为黄国昌过去是主张要激进年改，他现在要党年改。你知道他记者跟我讲，他们问了很多学生，大概一半的意思是，就是骂他的一半，喜欢他的还有一半。所以你可以了解就黄国昌在年轻人心中，即便他那么多臭不可闻的丑闻，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一枪毙命到，就我之前说金流还在查，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反正圣明，我那朋友圣明还讲，也差不多啦。黄国昌经验差不多，所以就用圣明，铁板神算那个老师已经讲他大运差不多，所以我说差不多。但是因为现在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就是让他倒，所以他现在在年轻人形象里面我看还有一半。那他最近就是引起话题，就是他要去政大政治系邀请他去演讲嘛，这个标题是从街头到国会。那黄国昌上一次演讲是在台中的朝阳科大他不是在那边讲说他讲坚持，从头到尾讲什么坚持，他就说他怎么样瘦身维持他的身材，不管，反正他有他的想法。那最近他是要去政大，然后这个政治系播出来以后，下面很多人就留言，就说会问 A 答 B 吗？然后438有去留言说，会讲怎么样弄金流养狗仔队吗？他会讲。然后还有网友说会被呛白痴问题吗？他不是整天在呛记者。就今天黄国昌记者问他，就说你去政大这件事会人家网友说你会不会问 A 答 B？ 黄国昌说他的风格向来是直球对决。我是打了3个问号了。第一个，每一次记者要问他问题，他就要记者要先道歉，问什么白痴问题，然后最后就不会回答。结果他今天说他会直球对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直球对决。这是第一个。那我也想要问黄国昌一个问题，毕竟过去也是跟他也是嘛学赛就顾了。我也想要问国昌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这6个国昌的进化论？你看，从过去2016年是小英男孩的绿国聪，接下来选上立委以后，成为时代力量战神的黄国聪，有没有？然后接下来呢，投靠了2023年带枪投靠白营后，成为白国聪。那接下来呢，又跟国民党这边眉来眼去，变蓝国聪。
然后呢，过去呢是，他2018年曾经被中共列为台独黑名单的，现在说他要见习近平，有人说洪国聪。那最后一个，我也想要问他这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美国人的爸爸的美国聪？他现在也没回答，所以王国昌就选择性回答，反正他觉得他可以回答，他就回答。但是看起来，包括这些《镜周刊》最近对他的这一连串的质问，他到现在看起来他好像都没有回答。OK， 好，那对国内来讲的话，在所有相关民生议题里面，尤其在立法院的法案里头，在12月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就是年金改革的一个法案。那蓝白联手，那会不会在12月的时候通过把当时的年金改革一些法案，在12月的时候呢，要做某种程度的修正，是停止继续往下砍年金嘛？类似像这样一些情形。来，袁生，这直接问一下，现在媒体上有报道讲说，会不会在12月希望能够三读所有相关一些法案？那蓝白现在针对这个年金的法案是什么看法？先讲程序啦，程序有可能12月3读会通过，因为今天跟明天正在审。今天是在审，因为它是3个法啦，一个是警消已经过了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公务人员退抚，然后再来明天我们是要审那个教师，它是3个法。那今天公务人员的部分已经出委员会，但是它是保留送出。保留送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一读没有通过，但是送给协商，由协商来决定。那明天是针对教师，那我觉得既然今天可以送出委员会，那明天应该也可以送出委员会。送出之后就1个月冷冻期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协商，协商完就直接送院会。那民进党如果不接受，就是表决啦。OK， 那大概可以排到12月啦。那当然这个事情就会引起攻防嘛。那民进党现在就用了一些什么民调数据啊，然后譬如说什么有55.4%的人认为不应该应该年改要继续，不应该停止啊。但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我们现在法案的内容是什么。但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都误会。第一个，我们现在的法案没有要恢复18%。第二个是针对所得替代率，以前是大家认为说什么公教人员所得替代率比较高嘛，所以年改就是先给他扣20，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年再降1.5嘛，然后要降10年嘛。那现在已经降了6、7年了，我们现在只是要停扣而已，就是从可能就是3读通过以后，从明年开始，这个1.5就不要再降，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叫停扣，不是要恢复以前的水准。很多人都误会了。那为什么要停扣呢？主要是因为其实当初这个年金改革法案通过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嘛，大概一段时间就要检讨，就是现在已经扣到这样子啊，那是时候检讨，大家来讨论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扣下去？这个是一个原因。大概一段时间就要检讨，就是现在已经扣到这样子啊，那是时候检讨，大家来讨论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扣下去？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实国民党一直觉得当初的年金改革，本来就是有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嘛。那公务员那个时候他去当公务人员啊，国家跟他讲说，你薪水低一点。然后之后你的退休保障比较高，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信了政府，所以进来。结果当他要退休的时候，忽然间政府跟你讲说，不好意思因为种种原因所以呢，我当初答应你的我要扣掉。那当他觉得说你政府欺骗我这是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嘛。然后民进党现在有一个理由是说，那你这样会影响到现职的公教人员会影响现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没有让那个年金让他们继续就是1.5这样扣下去的话。那现在又破产你等于会引起现职的，会影响现职的权益，就挑起那个世代对立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有去问过现职的公务人员跟老师，他们其实没什么感觉他们认为说这个停扣，其实他们未来也会退休也适用嘛。第二，拿劳保来讲好了，当初劳保也是一样嘛，就是可能会有这个破产的问题，那政府有没有去扣那些已经退休的劳工的年金或退休金？有没有？没有。那用什么方式？用拨补的方式。那为什么你可以拨补劳工，却要去扣那些退休公务人员 ？OK， 那你就有差别待遇嘛。好，那然后今天民进党还拿了一个很奇怪的论述他说可是现在公教人员退休金，那平均5到5万8，劳工只有平均2万多2万5老农今天8000国民年金才4800。这个完全是不同东西在比较因为
公教退休金为什么是5到5万8？因为他们缴的比较多啊，他们缴的钱是劳保你要缴的钱的5倍，哎，5倍缴的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什么国民年金，哎，你怎么会拿国民年金去跟公教退抚年金来比啊？公教年金是他的退休，他劳动年金，哎，国民年金是非劳动年金。所以现在就用了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呀，很不合理的。你看那些人贪婪的，已经领的比较多了，还要这样子。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把它说清楚，把它说清楚，我觉得社会接受度会高。来，吴娟。对，就是我赞成把事情说清楚了，所以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先讲结论，就是按照我们退抚基金的第9次精算报告，如果按照国民党讲的，本来要分10年缓降嘛，那到现在开始就打住不再降了，那大概会产生什么后果？对于这个公务人员退抚基金来说，大概会要额外增加2725亿的支出了。那教师的话，大概是2663亿。好，那公务人员的退抚基金，如果按照国民党的版本下去修，然后今年年底通过，大概在2045年会破产。那教师的退抚基金在2042年会破产。好，所以大家当然可能觉得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数学算起来就是这样。好，这是结论。所以那我们现在讲回来啊，就是其实基本上退抚制度其实就钱嘛。那钱坦白说没有绝对的对错。那看一个大家社会觉得可以接受到哪里，以及我们国家的财政可以到哪里。你说这个给退抚人员，我们在讲所得替代率嘛，给到100%就绝对是错嘛，90%就是错嘛，60%就是错嘛，其实都没有，就是看整个社会跟政府能力到哪嘛，对不对？那我还会讲回来，所以我们拿2个标准比较了，就是说跟国际上跟我们国内之间不同行业别来比。那我们现在台湾状况是什么？就按照，因为我们要跟国际对齐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这稍微有点复杂，但是退抚基金它的计算是以本俸2倍去做基准点，所以我们还要所得替代率稍微算一下。那换算出来，基本上本来在年改之前，我们的公务人员平均的所得替代率大概是88%。那我们年改目标是最终实质降到70%。所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概念，就是所得替代率意思就是你本来一个月假如领100块，我退休以后让你领88块嘛，那现在大概年改目标是变到你退休以后一个月降，对，领70块就70%。好，那现在大概降到一半，大概77左右。那这个数字在国际上比大概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国际上的各个先进国家，就我们讲 OECD 已经开发国家，他们的退抚制度各有不一样了，像什么意大利啦、希腊大概是8成很高。那大概美国大概4成左右，日本大概5成，所以整个 OECD 先进开发国家的这种公务人员退休，大概平均是你退休之后1个月可以领你原本在职时期薪水的5成。所以你说年改的最终目标是降到70%，这样会太低吗？会觉得说没有办法生活吗？你一定说我还不行，我70%太少了，我要到77%。这样子才可以吗？那这样的代价是我们国家要多2个基金加起来要多支出超过5000亿嘛？那这个未来你说对啊，国家可以拨补啊，这个也不可能国家放它倒啊，到时候政府出钱，对，大概可能会这个样子啊。可问题是说，那就是排挤其他支出嘛。所以为什么说这里面有世代的问题，有不同行业别的问题？好，我刚刚讲的所得替代率是比例，我们讲实际钱就是说1个月大概多少？因为刚刚元之也有引用这个数字嘛，就是说现在根据公保的平均每个月。大概退休人员领的是5万块教师平均每个月退休现在是领5万7，当然根据你年资有高低不同，可是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数字，这样子有亏欠公教人员吗？有对公务员很差吗？1个月退休，你退休之后不用上班，就是1个月5万跟1个月5万7，这样子国家有亏待你们吗？我们当然知道公教人需要改回去嘛，钱越多越好啊。可问题是你同时要包含拿来做一个比较是说我们现在台湾劳工月薪的所得中位数是3万8就全台湾上班一个领月薪的人，1半以下的人1个月拿不到3万8我们公务人员退休1个月现在已经可以领5万了，教师退休1个月平均领5万7，这样已经是很好的水准了耶，很好的水准了。那你说5万7这个数字，如果我们用常态分布来看，事实上是比这个国内8成的劳工月薪，我每个月要上班每一天8小时，这样子工作1个月然后教师退休就是退休了，1个月可以领5万7，比8成的劳工都好
那这样子国家有亏待你们吗？我认为其实还是一个很优渥的条件啊。那你现在国民党，因为当然军公教长期被国民党视为票仓支持主力嘛，所以不行，我们停。未来就是国家多出5000亿，让他们可以在每个月再多几千块。那坦白说，以民进党立场，我们就是认为说，这个事实上你排挤未来国家可以去做其他福利政策，你排挤到其他这个我们可以推动的民生的福利相关措施啊，那真的有必要国家再多开这5000多亿吗？而且这本来是已经讲好事情嘛，这又不是我们现在新提一个说要变的，本来年金改革2017、18好不容易这样弄一弄，大家现在就已经改到一半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再去制造这种社会之间的对立、世代之间对立呢？那包含这是我们党，确实是我们党部做的民调了。其实你调出来也看得到，基本上社会大多数过半还是认为说，其实年金改革就让它继续下去嘛。没，我解释一下哈，因为刚刚吴峥一直讲说他们现在5万块已经很多了，很棒啊，不是这样看，我刚刚已经有讲了。因为第一个公务人员他看的是全部的钱，就是他已经预期了我退休之后薪水比较高，所以我在职的时候我愿意领比较低的薪水，是这样子，不是只看退休金。第二个是当时他们缴的保费就是比较高，所以他现在领的是因为他之前缴的比较多，不是说国家忽然间给他的，那个是从他缴的里面分回来的，所以这样子去断章取义，我觉得是对公教很不公平。我补充一点啊，大家知道我是反年改出身，对啊。我要告诉大家，对，我是八百壮士。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哈，我其实跟大家说，年纪大的人他有他的想法，就是刚刚元之讲的那个道理叫什么？叫递延年金。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拿这么多，我希望我在退休的时候可以多拿一点。好，然后但是自从年金改革应该是2017年定案开始实施以后，这一个局面就变了。为什么？因为当2017年定案开始年改以后，变着年改以后退休的人，他的年金有增加，年改以前的人退休的人，他的年金会减少。我就讲这叫世代包容的问题。如果你现在停了，那我请问你，年改之后的这些公教退休人员，他的要不要继续增加？还是也停？还是也停？好，那没有，你说那这个以前退休的停，不要再砍了。那现在以后退休的继续加。那我请问一件事，钱从哪里来？钱只有2个地方来。第一个，我现职的继续缴退抚金嘛。我继续缴钱，然后让退休的人这个水库钱可以进来。第二个不够的，由国家专案拨补进去。这2件事情，说句实话，吃亏的要付钱的都是人民啊。一个是现职的要缴钱，一个是纳税人的钱去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还给就是当时2017年被年改的一个所谓的公平正义，不是粗鲁的就改回来，或者是粗鲁的就停止。你要第一个钱从哪里来？第二个你要给现在现职上的这些公教人员，你要给他一个交代，你要让他缴出去的钱不要像我们的感受一样，信赖保护被迫害。第三个就是已经退休的人，你这几年来你觉得你减少多少？我觉得这可以起来好好的谈一谈。因为将军那时候讲是军公教，然后那时候改革的过程，这次没有军，这次没有军嘛，这是公教。那教来一中。你是这里面教的代表啊，他是现职的，对啊，你是现职的，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好了，我持平的讲啦，就是说这件事情就顺其自然了，就是说很尴尬，就是因为我当年也是主张年改的嘛，对啊。好，那现在因为其实平常讲，因为当时是这样，当时的情境是这样，他退休以后，他看有可能领的比他现职还多，有的替代率甚至高达100%，因为够10倍趴嘛，所以当然那时候不合理。当时是这样，当时的情境是这样，他退休以后，他看有可能领的比他现职还多，有的替代率甚至高达100%，因为够10倍趴嘛，所以当然那时候不合理。那现在可能以后到现在，基本上他的替代率现在已经降到大约70%了。他原本是预计2029年要替代率最高只能到60%。所以现在他们的提案，蓝白的提案，因为国民党提案就是说，是不是到今年就 stop， 就大概让他替代率在70%。那替代率在70%，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就是说是不是多还是少。但我想要讲一下公教人员的感受，就是说，当初大家也是共体时间，所以大家愿意。那所以我们愿意让他的那个延后，原本就是到20多少嘛。那刚刚提到就是，如果这一次 stop 的话，大概是2042年到2045年会破产。大家注意这个数字，2040几年嘛。你知道劳保什么时候破产？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各位保劳保了1000多万人，劳保原本预计2028就破产，
那经过政府证明每一年的拨补，现在是目前预计是2031年要破产。也就是劳保其实更危险。那劳保为什么后来可以从2028延到2031，并不是因为劳工缴的多，是因为政府这7年来拨补了5190亿元，同一时间他拨补给公教的是不到300亿元。没有，我们没有，公教不会去计较说为什么你不那个拨补劳保那么多，不会，这没有，这个去讲世代对立或职业对立是我觉得是很没有意思、很缺德的事情，觉得大家可以去持平的去讲。所以我觉得现在政府的态度就是很清楚，你们跟大家讲清楚，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将来大家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清楚的说明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最后再讲一件事，那警消是8成嘛，我们也不会，就公教也不会说学校警消就要送备刑啊备。这个每个职业有它的特性，但只是说，如果现在可以 stop 的话，我相信这些现职的公教人员也许会觉得，而且他那个法律规定嘛，5年要调整一次嘛，所以也许之后你们大家觉得财政负担不了的话，要再继续砍的话，我觉得那到时候也可以再讨论啊。来，敏凤，刚才元之在讲到信赖保护原则的时候，你的表情，看起来有点不以为然的那个样子，是吗？不是啊，我觉得在讨论年金的时候，这一套就已经搬出来讲了很多次了。那我觉得就是说，某一个时间点。这个公教人员跟民间的薪水已经反转了，你不要再跟我讲那个不存在的前提，叫做什么公教人员的薪水比较低或怎样。事实上，公教人员在政府的保障上每年都可以加薪固定的几%，他已经加了比民间的更快速了。所以现在我们记者在讨论的时候，好像是75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这整个民间跟公教人员的薪水都已经翻过来了。那你到现在还在跟我讲什么前提，什么我们比较低薪或者怎么样？你也回去算一算数学好不好？然后那个吴宗宪就说：“哦，现在公教人很可怜了，以前可以吃5颗什么茶叶蛋，现在可以吃2颗。好，那些领那个3万多的人是每天是吃几颗啊？”所以我觉得说，你还是有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存在嘛。如果你这样，但吃太多对身体不好，不要吃那么多。对，你少吃一点啊。对，那你现在就说我们的中位数是3万多，那你比如说有1半以下的年轻人就领不到3万多，那所以说，那你说你现在谈到7成，还有5万多。那你现在不要，就砍到这个所谓的依照年限是还有5万多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就停了之后，那你是多少？你有没有算出来？可能是6万多、7万多，哇塞，那个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薪水高2倍以上。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或是这个比阶级收入比较低的人会接受这种吗？世代的剥夺感很重嘛，好吗？我就随便你们要怎么改，反正你们现在是国会多数啊。如果你们不觉得中间选民对你们会有意见的话，你们给他大量改回去，再改回去也 OK 啊。对，他现在就是5万多，要停扣怎么变6万多？对，就是还是5万多啊。没有，我是说停弄到最后。你说如果现在就停的话，对，不是也不会比之前多了。10万，停到10年的时候是5万多嘛？那你现在停扣的时候怎么不会变6万多？不会啊，他现在就是5万多啊，现在只是让他停嘛，不然他如果说你让他继续扣，他可能就变成比如说4万多、3万多。没有，不会到3万，4万8千多，会往下来，会往下，会往下，不会往上，会往下，不会往上。来，任俊，来，最后2分钟，我直接这样讲。这某种程度，如果你以政治考量的话，好，这份民调做出来，那有5成多、5成9左右的民众会觉得要继续往下改革，那是全国做民调嘛，就是把所有的人，包括劳工阶级，包括什么全部都做嘛，那你要去停这边的话，那其他这些人大家不会，民调可以想象，蓝营这个地方跟白营这个地方，对绿营角度来讲，就是你们就是用这个去把公教的这些全部都想办法用笼络人心也好，你要用什么词的。就大家的角度不同，政治效应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一定就未来那到时候好了，对，结局就是老百姓做判断，2026、2028，大家就用选票来决定你支持哪一块。其实老实讲啊，没有人会嫌钱太多了。蓝营这个地方跟白营这个地方，对绿营角度来讲，就是你们就是用这个去把公教的这些全部都想办法用笼络人心也好，你要用什么词的，就大家的角度不同，政治效应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一定就未来那到时候好了，对，结局就是老百姓做判断，2026、2028，大家就用选票来决定你支持哪一块。其实老实讲啊，没有人会嫌钱太多了。
你说真的要讲年金改革哦，我不是很赞成，就是说这个是世代上的差异。我觉得严格要讲，那叫做职业族群的差异。袁志刚刚讲了一句实话啊，他们去问现在现职的，其实他们也觉得没差。为什么？因为等到你们现在再把它改掉的时候，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适用得到。对啊。所以你去问现在现职赞不赞成给他停？我跟你讲，10个应该会有11个跟你说 OK，你会多出来哪一个？那个搞不好是他配偶，他会跟你讲 OK， 赶快把它停止啊，不要再继续往下。所以你如果去做一份民调，单纯针对公教人员，对这个那个比例跟这个一定不太一样，那就不一样嘛，那就没有意义呀。刚刚讲要看社会上面对这件事情的公平才对。我们就回来看嘛哦，其实老实讲啊，我觉得你要停止可以。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停止的这一块，你要不要很诚实的面对，就说好，我今天要用政府拨补，那我的预算明年就是要增加，那我明年增加就跟我们讲海关你要变得严格，那好啊，那你就预算增加，你要不要？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蓝白到为止，老实讲没有定案啊，对，要不要这一块怎么样？大家也都觉得哦，我们觉得应该要调整，可是怎么调？其实我看到很多团体私底下有很多不同的反应跟意见，但是多数现在都怎样，你知道吗？好吧，我们先让他觉得大家我们有在动了 ，OK。那至于实质上这样，反正到时候再说了。来，袁师30秒，如果民调是这样，这是全国性的民调，那刚才来讲说，那就大家用民意来反映，那就2026、2028，担不担心这一块改完以后，如果照民调这些，因为本来是往下改的嘛，那会不会因此得罪了比较多的一些的人？然后因为毕竟公教人数比较少，会不会担心因为这个改完以后，然后会变成这民调反映出来，然后在未来的选战对你们不利？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因为刚刚黄英忠讲一句话，我觉得讲的有道理啊。他说劳工拨补，公教也不会反弹啊。那你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停扣？劳工能够接受，那劳工也不会去反弹公教啊。对，我觉得把它说清楚就好。多当然不会反弹，领的多领的多是他们缴的多嘛。这个刚刚我已经解释很多遍。但我觉得一样3秒，同样的问题哦。如果要讲切肤之痛，我是公教，你如果要这个帮我停，那我一定心存感激，我会比较喜。但是对其他人来讲，其实你停他那个跟我来讲，也许没有那么大一些的关系。所以就算是这样，在未来等于他巩固了这一块，那对你们来说会不会一样？那这整个过程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啊？我很简短讲啊，我觉得原之这个比喻也不是很恰当。如果今天啊，这因为劳保也不可能国家让资金破掉嘛，就像我们也不可能让公教人员退伍金破掉一样了。那如果你今天不只是维持住拨补而已，而是要让这个劳工领得更多呢？我整个钱灌下去，我现在就是让劳工领得更多。比原本更多，那这样会不会有人反弹？会嘛？觉得说，那为什么他条件变好？所以年改今天遇到状况一样。那我觉得我拉上来一点，我们刚谈很多细节。我觉得国民党整体就是说新国会以后的战术，基本上就是各种开钱嘛，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立法院多数，掌握了财库的钥匙，所以什么原住民给你拨补啊，全民发1万啊，公教人员这个年改也改回去啊，全部都是漏桶法案，都是在发钱嘛。那我觉得最终还是我们要来跟全民诉求，是说这个是发钱一时爽，但问题未来崩坏的财政纪律。未来的苦果是要全民一起承担。OK， 年底改的这样一个议题，12月看起来，刚刚有人讲说应该12月可以3读。那过程当中，民众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反应？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这是个好消息是，在明天跟后天分2阶段，那朱恩过去，然后可以解禁。可是我们还是有一段期间都没有任何状况才能够跟国际组织之间申报我们是非疫区，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那所有这些未来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需要明天见，我们明天见，拜拜。